Hello，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晚上的恐怖怪谈。今天晚上我要介绍世界上哪一个人恐怖经历又发生在世界上哪一个角落呢？我必须说，今天这则经历其实是发生在法国。那说到法国，其实我比较不会把它跟恐怖挂在一起。为什么？我觉得法国就是一个很浪漫的国家，生活很慵懒，很浪漫。法国巴黎等等之类的，然后坐在路边喝个下午茶，喝个咖啡，哇，光这样想就觉得好棒哦。但是换个角度想，其实法国好像有一些恐怖的地方，像巴黎的地下墓穴嘛，不是之前说好像有埋藏了上万人的骸骨在里面这样子。对，这就是我对法国的印象。但是呢，其实说到欧洲呢，包含法国，他们有一些古堡嘛，从以前留存到现在的。那这些古堡或许当中有一些有故事，也说不一定。那假如说这些老古堡或老饭店，假如以前有发生过什么样的事情，现在的人会知道吗？那今天这则经历呢，我觉得它非常的特别，仿佛它回到过去一般。那至于它是什么样的经历呢？接下来我就来介绍给大家了。我在这里写下我的故事，因为我多次回想起20多年前，约1992年，在我与我第一任妻子现已离婚了，在法国度蜜月时所发生的一段经历。这段经历至今仍让我感到不安。我们的婚礼在法国巴黎郊外的一个小镇上举行，地点是一家美丽的法国乡村餐厅。婚礼过程非常甜蜜美好。当晚庆祝活动进行时，我们按照传统与宾客告别，因为我们要开车2.5小时前往海边。我们离开宾客时，计划当晚在法国沿海的小镇迪耶普过夜，第二天再沿着法国海岸线悠闲地开车前往我们的蜜月目的地比利时布鲁日。我们在那里预定了普尔曼酒店1周的住宿。由于时间已晚，我们想谨慎驾驶，因此没有走高速公路，而是选择了法国所谓的旧国道。这条路程很长，但当天晚上气温宜人，我们不急不忙，开着车窗欣赏沿途露宿成荫的道路，满心期待到达我们预定了蜜月套房的温莎酒店。当我们抵达迪耶普时，开车进入小镇，发现这里的景象带有着浓厚的中世纪风情，让我想起加拿大魁北克市小镇有一座古老的城门。我们穿过城门，街道上铺着鹅卵石，有许多堡垒般的建筑，加上耸立的塔楼。然而整个小镇没有灯光，异常的安静。初次印象是这里有些诡异的寂静与黑暗，幸好月光皎洁，成了我们在这座中世纪小镇蜿蜒街道中的导航指引。顺便一提，我不记得我在这陌生的街道上，我和我的新娘有过多少次的交谈，但空气中确实有种令人不安的感觉。虽然我们并未公开讨论，我记得当时感觉非常的奇怪。街上完全没有声音或景象，没有车辆、猫、狗或其他行人。我将这归咎于深夜时分，当时大概已经接近凌晨3点了吧。当我们终于在酒店门口停下车时，找不到停车的地方，于是我们把车开到离海边较远的地方，安全地停在那里。走回酒店的路上，我们只想好好睡一觉。对于车子的事，我们打算等早上弄清楚停车场位置再去处理。当时并不在意，除了浪漫的气氛，我只记得那晚是一般的寂静。我们手牵手走在月光的街道上。当我们抵达并踏进酒店时，发现大厅非常的老式且昏暗，里面摆着盆栽、棕榈树和红色绒面钉扣旧家具。一位身材臃肿、留着2端上蜡搞笑胡子的男人坐在前台。我记得他穿着背心和无领衬衫，表情几乎毫无变化。我想可能因为太晚了，他或许很疲惫。奇怪的是，
除了他桌上燃烧着一盏玻璃灯笼的烛光外，没有其他的灯光哦。但我们没多想，终于到达了，期待赶快进房休息。我用奇怪的法语询问我们的预定。那位先生立刻翻开面前的一本旧账簿，递给我们一支笔，让我们签名。当时唯一奇怪的是，他给我们的笔像是需要沾墨水的那种。我们觉得这一切很古雅，像是法国传统的做法，于是按照他的指示，兴奋地以新婚夫妇的身份签下了名字。签完名后，那位先生什么也没说，只是从桌上拿起一个铃铛，摇响着。不久，一位穿着传统服饰的年轻女孩出现了。我记得她的头发以奇怪的方式盘起，头上戴着一顶白色软帽，身上穿着着长及地面的裙子。这些服饰看起来像是某个时代的，但究竟是哪个时代，我不太确定，只觉得可能与我们所在地区的某种传统有关吧。觉得这一切相当的迷人。不过我新娘显然也注意到了女孩的模样，她开始用英语跟我讨论。我对她说，这里是沿海的小镇，又是酒店，这女孩应该会懂英文吧。我礼貌地示意她小声一点，怕女孩听到我们的评论会不开心。但老实说，女孩的模样确实很奇怪，令人忍不住想讨论。我们跟着她沿着烛光照亮的螺旋楼梯走向房间。顺便一提，我记得我对新娘说，也许这就是这家酒店的特色。我还提到这家酒店在旅游指南中评价很高，但我内心确实感到不安，觉得有必要说些什么来安抚她，确保她觉得一切都没有问题。我试着表现自信，尽管情况越来越诡异。到达房间时，女孩从我手中拿过钥匙，插入门锁。她转动了一个听起来很沉重的锁，然后试着开门，但门似乎很难打开。她一言不发地把蜡烛递给我，用双手推门。我惊讶地听到门在地板上刮出了刺耳的声音。当我拿着蜡烛往房间里看时，我震惊了。房间里有2张单人4柱床，房间满是灰尘。门推开时，灰尘像是被雪梨推开般堆积。房间又冷又潮湿，最恐怖的是，从一张床的顶棚到另一张床的顶棚之间，竟然挂着蜘蛛网。床上的绿色如被被单上也覆盖了一层灰尘。我感到恶心，对女孩说：“这是我们的蜜月，我们绝对不能睡在这里。”在我们表达不安后，她一言不发，点了点头，关上门并锁好。我们沿着螺旋楼梯回到前台，但前台已经没有那位老先生了。我们只好把钥匙留在那里，离开了酒店。疲惫不堪，精疲力尽，我试着向新娘解释我糟糕的计划，却不知如何是好。那个年代没有黑莓手机或 iPad 可以搜寻其他住宿地点，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回到车上，把座椅放倒休息，等待天亮。于是我们决定等早上再去找其他酒店。当时离天亮只有几个小时了，我们在狭小的法国车里勉强睡了一觉，非常的不舒服。早上醒来时，天气明亮美好，运气不错的是，前面不远处就有一家漂亮的酒店。我们走进去，询问是否能立即入住一间套房或房间。我向柜台的先生解释，我们在温莎酒店有过糟糕的经历，我们正在度蜜月，急需一个地方洗澡和休息。我们当时真的很绝望，应该也给人这样的印象吧，因为我们还穿着婚礼的服装。但当我等待回复时，柜台的先生看着我一脸困惑。我问他说：“怎么了吗？”他奇怪地说：“你说你在哪里有过糟糕的经历？”我有些严肃地回答：“温莎酒店。”他却说：“先生，这里就是温莎酒店啊。”我完全摸不着头绪，我们只能顺其自然。柜台先生问了我们的名字，告诉我们，如果你愿意支付晚到费用，那您的房间还在。我们震惊又困惑，问起那个烛光照明、员工穿着传统服饰的旧酒店。柜台先生说，他从没听过有这样的酒店。我们坚持说，那家酒店应该就在这附近吗？
他再次表示，没有这样的酒店，你们可能搞错了哦。精疲力尽的我们自行前往套房，沉沉的睡去，直到晚餐的时间才醒来。为了搞清楚这件事，我们在穿着衣服的时候讨论，决定要试着找到那家老式的酒店，因为它肯定就在附近。所以我们离开了酒店，不仅为了找餐厅吃饭，还带着寻找那家老式酒店的使命。令人震惊的是，我们来回走了几个方向，却找不到那家老式的酒店。事实上，我们昨晚清楚看到那些小镇的特色，例如蜿蜒的鹅卵石街道，没有灯光、塔楼等，全部都不见踪影。当我们终于坐下来吃饭时，我们向餐厅服务员问了一堆问题：这个城市有没有像这样的复古酒店？当地有没有正在拍电影？昨晚的城市有没有停电？但所有的答案都是没有。没有人知道我们在说些什么。我们从那些事被问到的人或朋友的那里得到了奇怪的眼神，让我们感到不安。于是我们很快选择不再谈论这件事。直到今天，这段经历仍让我感到不安和震惊。我常常想，如果我们当晚真的住下来，会发生什么？我们会不会发现自己被困在另一个世纪或另外一个时代呢？其实他这则经历还算蛮长的齁，那我觉得听完他讲的经历，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有趣。为什么？因为他这样的故事好像我在哪里有听过，不管是在欧洲、亚洲还是美洲都有听过这样的经历，仿佛车子开开穿过了时光隧道，回到了某个地点。那这一则算是鬼故事吗？我觉得有点像，但又有点不像。我觉得它比较像科幻的吧，它穿越时空回到了过去。可是仔细想想，确实还蛮恐怖的。我讲发生在你我身上，当下你会怎么做呢？你会离开这个饭店，还是选择住下来呢？是我的话，应该会离开吧，因为房间那么脏，我基本上也住不下去。而且说坦白，你看到饭店的东西都那么旧、那么复古，其实好像有点诡异哦。再怎么样都有个灯吧，对不对？怎么用蜡烛？好啦，不管怎么样子，我觉得法国人这则经历是还蛮有趣的，不管它是真还是假。那说坦白啦，因为说真的，好像在台湾有人说什么在南那个什么坐到南京捷运站，好像坐了一站之后还会回到原本的站啊，这种都市传说其实都还蛮多的。会不会在法国也有类似这样的都市传说呢？我不知道。那这个部分就请大家自行想象了哈。好，我是勾商的秦明。那在怪谈的最后，也请大家帮我去订阅一下1233够冲绳哈。那它的影片会放在最后还会有 QR code， 准备好你的手机扫一下，这样就可以了。订阅一下哈，拜托。好，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为止，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次再见，拜拜。いやささ